老公，你看，这个房间爸爸妈妈住，这个平儿住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隔间，阿姨也可以住的。这离得挺近的，来来往往也方便。这个房子本来租出去的，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。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12000。付过了啊，押1付6。平时看你挺节俭的，这件事情上出手挺大的。确实不便宜，但是这钱不是给平儿和爸爸妈妈用的吗？只要他们住舒服了，我觉得也值得，你说呢？而且大家不用那么挤了。那么挤？我小的时候，一个房子30多平，住5、6口人，不觉得挤。现在我们家200多平，住4个大人2个孩子，反倒觉得挤。不是平儿没住过来的时候，你也不说挤。这平儿一住过来，你天天说房子不够住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一个孩子到底占你多大空间呢？那以前不是没有条件吗？现在有条件，为什么不能住得舒服一点啊？而且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儿呢。你看，你每个月给罗子君的抚养费挺高的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生活得好点，是吧？那现在，其实平儿一直是住在我们家的。我在想，你可不可以跟他说一下，把这个生活费问他要回来。现在平儿吃的住的一样好，而且他还解放了，我觉得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把生活费要回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给小孩子用的嘛，是不是？现在平儿天天在我家住，我这个钱还是花在他身上的呀。而且，罗子君以前他是不工作的，现在他有工作了。你说，对于孩子我们抚养是有义务的，但是对于他，我们有能力当然要帮他一下的了，是吧？但是，那不是义务啊。这账啊，也算得挺清楚的。你不管家，不知道家里面一个月用多少，剩多少。你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男人，做一个体面的爸爸，我可以理解。那当然，这个精打细算的事情就落在我头上了呀。你说我们2个人挣的钱要够一大家子开销，哎，老人要养老，孩子要教育，还有吃喝拉撒一大堆的事儿呢。如果不算清楚点行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，那我就把这房子退了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呗。要不，你再看看，我去超市买点牛肉，晚上要吃咖喱饭的。我先走了啊。苏曼殊没有把你安排到任何一个部门，反过来说，你可以要求到任何一个部门啊。他不给你安排任何工作，你可以要求去做任何工作的，因为你和我和陈女生的关系，他不会反对的。你想一下，乍一看你是在无所事事，但是这也是一个可以施展拳脚的机会，懂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他要求继续回 Focus Group 工作，也可以跟更多的前后期的工作？完全可以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要求跟更强的 leader 工作？当然，只要你敢的话，你甚至可以去跟Miss吴大娘打下手。她比我的脾气还臭，但是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。总之呢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怎么决定你自己选择。如果你一旦决定了的话，那么你还要问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加班加点吃苦的准备。知道了，明天我就去找苏曼殊。其实呢，他一直劝我把你留下来，你这样决定，我也算完成任务。谢谢啊。每次除了这2个字，想不到别的感谢方式了。我接受，因为每天太多人对我说谢谢，但是真假我
还是分辨得出来的。好像也就不到1年的时间吧。我记得1年以前，你是我脑子里全天下最讨厌的人的黑名单上的排名第1位。真不行，我对你也是一样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被我最讨厌的人改变了。这就叫生命的奇妙。那我也走了。一切顺利。拜拜，老周走了啊。够温柔的啊，没见你对唐晶这么温柔过。我也没见你对谁温柔过呀。我还正想问你呢，这几天怎么没看见洛洛呀？你把人家赶走了吧？年轻人想法多，随他去吧。随他去。老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的不在乎。我相信他一定还会回来的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安全。还是这样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老周，他爸爸可是你的哥们儿。我也警告你，唐晶跟罗子君是闺蜜。公司同意我的申请了，下周调回上海。怎么了？唐晶说，下周要回上海。要回来啊？想你了呗。回来不走了，不去香港了。逼宫，挺好。怎么突然间想回来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要回来做一个小的手术，不是什么太要紧的手术。在香港工作的再好，也是一个客人。回到上海，其实还是做我自己原来的职位，都可以呀。自己的地盘，有自己的朋友、同事，慢慢做，不着急。明白了。喂，子君，1个星期之前，医生告诉我胃里长了东西，我以为是肿瘤。当时我就想赶紧回上海，拉着何涵跟他结婚，然后把工作辞掉，再去拿检查报告。命都可能没有了的时候，工作不工作，别人对你什么样的评价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了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医生后来说就是一个胃部的息肉。不过还是要感谢那几天，算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机会吧，让我想清楚了，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、最有意义的。订了机票就告诉我，我来接你。做手术我也陪你去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你可以回来更重要和有意义的。Didn't know you would be here. Guess you thought that I knew. As I walk with your shadow, feel my heart tear in two.
The last time I kissed you, I knew your love was revealed.